打游戏没兴趣，去酒吧太吵了，去旅游懒得打卡，偶尔想打电话跟朋友吐槽几句，却发现大家的问题好像都比自己现实。他们说这叫空心病。早期可以去蜜雪冰城挂个号，或者在麦当劳看个急诊，中期买2双喜欢的球鞋，也可以缓解。等到了晚期，情绪反而更加稳定，工作的难题自己搞定，家人的理解也不强求。知道了。就像是一台永远1%电量的手机，充不了电也关不了机。实在不行谈个恋爱吧。想，但是好难。你听过一句话吗？我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也怀念一个人的感觉。那以前呢？以前那会儿特别想买个相机，想学摄影，再约他出来拍照。现在也可以啊。都10年前的事了，现在再做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就算买了相机，我也没心思学了。就算再见到他，也不会有啥结果。这就是你开心不了的原因，你总盯着结果，都忘了怎么开花了。这可能是近些年我做过最愚蠢的事儿。1500公里的路程，10多年没联系的人，仅凭老同学的只言片语，能找到才不正常。同样不正常的，还有返程的心情。明明是陌生的街道，吹来的风却有些熟悉。那是从2013年夏天吹来的风，荒唐浪漫，生机盎然。我们还能回去吗？有点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又忘记打伞了。你怎么又让他跑里面来了？等一下啊，我回个消息。你看看这个。你回家后能不能先洗个澡？还有这些衣服到底要放到什么时候？洗衣机还没到嘛，再说这天气也干不了啊。早知道就不住一起了，一点感觉都没了。换季期是这样的啦。我说的不只是天气，我说的也不是啊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回来啦。这洗烘套装好眼熟啊，也把你家里的搬来啦。我是觉得它用着方便，就直接买了同款。这个 Leader 云朵洗烘套装不占地方，风格也百搭。算你还有点审美。那当然，你看内筒上的小凸起，就像字体手搓一样，再搭配上分层快镜，衣服写得又快又干净。以前我家有，现在咱们的家也有了。咱们的家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当热恋期过去之后，真正的爱才会慢慢开始。它是56度低温柔烘，衣服干了自动挺，也不会把咱俩的衣服烘坏。烘好的衣服也很柔软很亲肤。你看毛毛都被收集到这里来了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过敏了。周款36元。每次出门都得买一把，好浪费啊。谁叫你不提醒我的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人还不是得买。嘛呢？烦着呢。烦啥呢？唉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就没一件开心的事儿。切，不就开心的事儿吗？我给你找2件。一件12平，一件24平。愣着干啥？喝！当时我们平均身高矮对面一截，这打手都不吹啊。裁判也明显偏袒对方，但我们还是咬到了第4节，然后最后一个3分球进了。肯定啊，那时候我每天练1000多个呢。这么热的天，为什么男生都这么喜欢打球啊？因为球场已经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地方了，不管高矮胖瘦，只要你肯练，就有机会赢。等毕业后，这种地方就不多了。不是说买睡衣的吗？他还是会攒钱买自己喜欢的球衣。这个也能当睡衣啊，
多帅啊！但比起实战，更多的是情绪价值。毕竟无论是手头的项目，还是肩上的责任，都在挤压他的出场时间，只能在上厕所的间隙扫一眼最新的资讯。直到那次单位组织篮球赛，他约了几个同事下班后练球，看着这对有点滑稽的全明星，好笑之余不免有些唏嘘。曾经的急停跳投变成了转身勾手，好，10分钟。说好的再来一局也变成了马上回家。原来对篮球少年们来说，最残忍的从来不是胜负，而是时间。这是买给我的？总不能让你穿皮鞋打比赛吧？记得用得物扫一下，有味儿贺卡哦。那天他们半场落后18分，对手的年纪比他们小一截。比赛的最后，他投了一个3分球。当然，他没赢。爸爸厉害吧？可是他没赢吗？后来很多年，我都会想起他。有时候我会想，要是我早点成功就好了，要是我家里有钱就好了。最没出息的时候，我甚至想，要是他没那么出众就好了。所以这就是男生的遗憾？还不是，还有续集？顶多算彩蛋吧。后来他结婚的时候我去了，才发现其实那个男的和我挺像的。他陪他一起吃路边摊，陪他一起开店，新品免费试吃哦。陪他把反对慢慢变成认可。以前总觉得他很好，我配不上，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比我想的还要好。你吃过后悔药吗？我吃过。他们说一起去厦门，你去不去？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我讨厌学校的烟花，讨厌隔壁家的喧哗，你这份肯定没问题。讨厌门口送来的请帖。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同，我只觉得吵闹。我不想联系曾经的朋友，不敢想象另一种生活，更不敢点开他的朋友圈，然后觉得时间过得太慢，再然后又怕他过得太快。那第2年你考了多少分？忘了。比起具体的分数，更让人难忘的其实是那种再拼一次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让我熬过很多次考砸了的时刻，有时是做错题，走吧，师傅。有时是爱错人，有时是选错行。现在走了，以后可就没机会回来了。好啦，别感慨啦，至少你选车的眼光还不错嘛。从广州到厦门，没有这座椅按摩我可顶不住。买车选热门款肯定不会错啊。CS75 系列11年累计都卖了280多万了，而且它全系标配 L2 级组合辅助驾驶，开起来会安全省心很多。都说车是移动的家，有了它，咱们这一家3口就能多去几个地方了。当车停在厦门的海边，我突然想起当年错过的那场毕业旅行。以前总觉得那个夏天很残忍，用一场考试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后来才知道它只会把人分成2种，一种觉得游戏已经结束，一种明白下一场才刚刚开始。提起朋友这个词，你会想到谁？最先想起的是同桌，一会儿屠夫来了叫我。我守夜，你放心。比起女同学的背影，一起罚站的走廊才是高中最难忘的地方。今晚你先去抢机会啊！我爬墙，你放心。最仗义的是爷奥奈我何，他在峡谷替我挡过枪，也在德屋给我买过鞋。穿新鞋就不要走老路了，不就是分个手吗？我都大老远来看你了。难怪那段时间爱情那么不顺，原来是友情占了上风。还愣着干嘛？喝呀！最不愿想起的是老周，已经记不清合伙后有过哪些矛盾，只记得最后一次喝酒。你再说一遍。他涨红的脸和我摔碎的酒瓶。而最唏嘘的是朋友圈里的陌生人，他的身材有些发福，新娘也不是熟悉的那位。曾经铁定的伴郎，现在连点赞都要犹豫。至于最后一个朋友，是回老家钓鱼时偶遇的。最初的尴尬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从上学时翻过的围墙聊到如今带小孩的日常，这空白的10年真的改变了很多。你这鱼竿不错啊，回头送你一个。唯一永恒的
是分别时消失的火鸡。以前总觉得朋友是个很复杂的词，毕竟人是会变的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直到此刻我才释然，朋友确实是个很复杂的词，因为人是会变的。快抄家伙！我抄王，你放心。所以总有人走散，也总有人相逢。